论是什么结果，都由我们2个人一起承担，这才是爱人存在的意义，不是吗？我知道了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你检查完了？对呀，没什么问题嘛。本来就没什么问题，自己吓自己。丁丁姐呢？你结果也出来了吗？就是有点增生，你哥说定期复查就行。唉，我就说嘛，哪那么容易得癌症啊？喂，小慧姐啊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饭吃完了吗？你回家了吗？已经到家了，叔叔阿姨没有不高兴吧？他们没事儿，等你忙完了，当面说吧。高然，我只是觉得，我低估了陈寻在他心里的位置，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甘心。宁薇姐，我觉得啊，相信他，也许他就是因为信任你，知道你不会对他产生别的动机，所以说才能这么安心的照顾陈寻，对吧？真的吗？哎呀，宁为锦，你也有今天呐！哎，人家都说恋爱中的人智商为0，你也不例外啊！去煲你汤去，快！好。哎，帮我打包一份，行，我给丁丁送过去。行。哎，那我见着小璇，让他告诉丁丁，赶紧找到那个谁，那个温子欣，让他早日脱离苦海，赶紧回来陪陪你这个正牌的男朋友，以弥补你那个受伤的小心。哪那么多废话，赶紧去。爱情从不照顾，直到的后悔。早就跟你说不让你这么熬吧，现在发烧了吧？今天幸好是我来了，要不然都没人照顾。宁薇姐，你今天好像我吗？我给你带鸡汤来了，先起来喝点吧。慢点啊。以前竟然不知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汤啊。如何解释爱得太奢侈？尝尝。时间不会等谁，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照顾，直到的后悔。感动吗？这下知道男朋友的好了吧？你对我最好了。知道就好。好了，趁汤热，赶紧喝了吧。还挺好喝的。高人煲的。原来不是你煲的呀，没想到宁大医生还学会借花献佛了。怎么开始这一句简单的问候？怎么成为你心里唯一的温柔？我知道所有的情话，没谁能一辈子说到老。时间不会等谁，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照顾，直到的后悔。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，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孤塔。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好好聊一聊。你说我不讲道理，
笑我的痴，一见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可能我真的是小气吧。确实，我作为医生，应该可以理解的。可我作为男人，我真的没办法那么大度。你能理解我吗？还有，别这么累了，好不好？多关心一下你自己。为欠情人不知，愿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。所以欠情人不知。宁医生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聊聊。但是我如何解释？何为欠情人不知？愿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。所以欠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解释？爱的太深。睡了吗？什么事儿？出来见个面吧。好呀。没必要了吧？我睡了。我在你家门口。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坐着？没什么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那天在机场，你不是都看过了吗？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。这一年你都干什么去了？我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。我该出门了，请你让一让。到底该不该原谅他？抱歉，我看到你已经把逗猫棒做好了，但我不确定会哪天在之前那个地址，我怕收不到。我再买几单，你能送货上门吗？其实吧，我觉得那个潜心人不值。
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，一年365天，8760个小时，525600分钟，31536000秒，没有一秒停止过我对你的思念。我没法再忍受没有你的日子，所以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是好的、坏的、开心的、难过的，我都希望可以和你一同经历。同样的，我的未来也希望能够有你陪伴。丁丁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再也不想跟你分开。丁丁，今晚我能不能不回去睡？随你。可是我不想睡沙发，不想睡地板了。你。小楠楠，你怎么上来了？嗯？其实你不用这么陪着我做的。不喜欢啊？不是，就是觉得你一个大医生来给我打下手，挺屈才的。再说你明天还有工作呢，不能这么陪我熬着。没事，我考试那会儿连续熬3天都没关系。不开张的时候，天天想着有大单，现在有单了，又想着休息。人啊，总是这么矛盾。再坚持一阵儿，有我陪着你。
行啊。我们就这样睡了一夜啊。感觉不错。好丑啊！这次缝合很好看的。可是白色的娃娃，你为什么要用黑色来缝啊？而且还缝那么宽。那我下次尝试用8字缝合，或者 U 型，或者是荷包缝合。你以为是手术缝合呀？这个就当赠品吧。挺好看的，挺可爱，归我了。好啦，快去上班吧。真的辛苦你了，还要你连夜把它给弄出来。应该的，穆老师，你看可以吗？我待会儿请小曾呢，把它送给授权方看一下。好的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虽然咱们觉得不错了，但是监修不一定一次就可以过，所以如果他们要有什么修改，可能还要辛苦你再继续做调整了。我明白，毕竟甲方没有那么容易放过我们。好了，我这边没事了，你可以去休息2天了。好的，那我先走了，穆老师再见。好。殷大夫，晚上请你吃大餐，地点你定，不用客气。谢谢郑老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晚上见，么么哒。么么哒。我已经在准备了，一会儿会场见。你不来，我不走。医院有紧急情况，对不起，你先回去吧。医院有紧急情况，对不起，你先回去吧。可是你混蛋！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被放鸽子的吗？走吧。走吧。不来我不走。董事长好。丁丁在上面吗？哦，丁丁姐刚才出去了，没去找你吗？那董事长好。那小璇呢？老本不在，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了，应该是和高医生跳舞去了。喂，小维欣，我刚刚接到穆老师的通知，他让我来这儿修改样品，很急。今天晚上又没办法请你吃饭了，真的对不起，没生气吧？没事儿，你先。快来开会。哦，来了来了，我先不说了，么么哒。小璇，喂，哥。
监修那边说，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够再搞怪一点，把他们那种独特的气质体现出来。穆老师，您觉得做个猫的半脸面具怎么样？什么样的？像这样的猫脸面具，我们只保留其中的一部分，做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效果，是不是有一种酷坏的感觉？应该能符合他们的要求。你能不能现在就给我们看一下大概效果？可以。你看这样怎么样？有点意思。对了，丁丁，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？穆老师想要买下你这次的设计版权。买下设计版权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打算用穆老师的名义来推出这次周边，这样会更受欢迎，商业价值也会更高。可这是我的设计啊，您不是要跟我合作吗？不是说联合署名吗？你还年轻，还需要磨砺，以穆老师的名义来推，也是出于商业的考量。以后啊，他会给你更多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。在我们这个圈里啊，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，很正常。可我不是他。丁丁，机遇也就是人脉，靠自己很难站稳。没有穆老师，你现在就是个淘宝卖家。回家吧。哥，你说高人为什么这么狠心？我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明白。我以为他喜欢我，他却只会躲着我。我现在找不到他了，你帮我找找他好不好？好，我一定帮你找到他。咱们先回家好吗？我不回家，我说了他不来，我不走的。我不相信他真的这么狠心。好，我陪你。哥，你今天晚上不是要陪丁丁姐吃饭吗？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没有，他有自己的事儿要忙，没时间管我。为什么我们两个人总是围着别人转？丁丁，机遇也就是人脉，靠自己很难站稳。没有穆老师，你现在就是个淘宝卖家。
我跟穆老师争取了一下，他答应再给你1个晚上时间考虑，你可别犯傻啊。小薇姐，我该怎么办？看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后台的数据流量终于有回温了，虽然比不得出事之前，但至少证明大家又愿意在我们成品买东西了。这场风波终于过去了，以后我们只会越来越好的。对了，这是陈总给你准备的合同，我看过了，没什么问题，你看一下。放那儿吧。以后呢，只要是你觉得 OK 的文件，你替我签名就行了。那怎么行？我又不是老板。你可以是。你最近呢也没怎么休息好。来，闭眼。我看了一眼后台数据，已经破2万了，我觉得值得庆。让他好好睡一会儿吧。嘘。喂，丁丁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再见。是郑丁丁？他拒绝了。穆老师这么做也是在帮他，不然他的作品也没办法火起来。
老板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啊？小磊，要是你男朋友过生日的话，你会送他什么礼物啊？就他喜欢什么就送什么呗，投其所好总没错吧？投其所好。他有没有什么爱好啊？他喜欢……你们两个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我是觉得以老板的眼光，肯定没问题。我也觉得没问题。老板，是高医生要过生日了吗？他上次不是刚放你鸽子吗？怎么，你还要给他买礼物啊？对啊，他都放我鸽子了，不买了。不，我要买个蛋糕，然后糊他脸上。哎，你今天不是休息吗？有人从高处坠落，身体多处骨折，外科正在手术。他们说患者的胸部硅胶破裂，让我协助一起手术。当医生不就是这样，时间都不是自己的。你这样，郑丁丁不会生气吗？要是哪天你们正在约会，突然收到急诊通知，怎么办呢？今天就是，不过我相信他会理解的。是吗？那对你来说，病人跟女朋友哪个重要？这完全没有可比性。你也是医生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就开个玩笑。看来只有病人能让你把注意力从郑丁丁身上离开了。小楠楠，你说我到底送什么比较好啊？哥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？高人生日啊！哦，那还能怎么办？就像往常一样，在学校门口的酒吧庆祝喽。不行，这也太没创意了。
小璇，执念太深会伤了自己的。那你和丁丁姐呢？不也是执念啊？那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都是爱情，凭什么你就可以，我就不可以？大姐，我晚上还有。晚上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你跟我哥早点过来。哎，喂，这姐，你可真有眼光，这一款是时下最流行的海藻卷，好多女明星现在都留这款呢。等等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姐啊！你看我现在几岁？姐，你顶多20岁。18、19，我还以为你觉得我成熟才叫我姐呢。小璇，我谁都不服就服你。哎，谁家高人就喜欢成熟一点的嘛？姐，那你可就选对了，这款绝对能完美凸显您的气质。就它了。好嘞，姐。姐，您今天做什么发型的？别叫我姐。我就做个卷吧，你就好好给这位姐做造型吧。好嘞，姐。哎，像医生这种大叔款的男生也太令人心动了吧？可不嘛，成熟稳重，还懂主流审美，简直就是完美。哇，完全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啊！我也是。小朋友，这是什么主流审美啊？医美虽说现在红极一时，但整形医院的根基不还是动刀子的手术吗？对吧？医美啊，的确是大势所趋。广大女性对于动刀啊更容易接受的还是医美。你看，我觉得呀，你更适合去美容院工作。高医生，您何必掩耳盗铃呢？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不是你我可以改变的，是不是？多黑点壮点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也，哎，宁文姐，小璇说晚上聚一下，你帮我叫上怡然。你自己怎么不去叫啊？哎呦，你叫他，他才会出来嘛。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事？今晚高人生日，他拜托我约你出来。好，还是老地方？不，小璇定了地方，他说要给高人一个惊喜。那就我们4个。还有丁丁。哦。你忙吧，我先走了。
大医生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晚上能赏脸一起吃饭吗？我还在医院，晚上我去接你吃饭。你在医院肯定很忙吧？我去找你好了，晚上见。等你。歇一会儿，吃完饭再弄吧。我定了。我约人了。谁？郑丁丁。资料晚上回家再查，争取尽快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。你多开导开导病人，一定要稳住病人的情绪。哦，对了，必要的时候，还是要做好放弃孩子的准备。所以你是想先保大人吗？我只是想救治眼下急需救治的人。来了。刚到。咱们这么争论下去也没用，当局者迷，不如听听别人的看法。丁丁。有一个女患者怀孕5个月，查出来有乳腺癌，必须尽快救治。可是她希望能够生下孩子之后再进行治疗，你会怎么选？大人还是孩子？我也不知道。凭你第一直觉说。孩子没了可以再生，但大人没了就……可她以后未必还能再怀孕，这可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了。这个就难办了。我不太懂你们的专业，但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要尊重病人自己的想法。其实不如就努力一把，说不定就成了呢。好，那就试试。走吧，吃饭去。走了啊。施大夫，我们走了。说吧，宁伟姐又做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每次找我出来，不都是因为宁伟姐吗？好像咱俩的关系只有靠她维持一样。依然，开玩笑。你们现在都看我不顺眼是吗？好，那以后大家就不要再联系了。依然，依然，依然，你真的变了。自从那个郑丁丁出现之后，你整个人都乱了阵脚。以前的你，自信、冷静，做什么都是雷厉风行。但现在呢？你暴躁、嫉妒、挑拨离间。没有。你在我生日上挑拨的太明显了，我估计宁伟锦都看出来了。你再这么下去，只会让他越来越讨厌你。你什么意思？放弃吧。我不，宁伟锦是我的，他只能是我的。依然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现在认识你自己吗？你以前的骄傲呢？你别再说，要么帮我，要么以后我的事情你都不要管。我帮不了你。依然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依然。不是说好了明天去的吗？这怎么又不去了？刘总临时有事儿，推后了。就有事儿也不提前说，这不耽误事儿吗？刘总那么忙，临时改期也算正常。你最近怎么了？我总感觉你心神不宁的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
没事儿。你呢？不管是有什么事情，只要你告诉我，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帮你。没事儿，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。也是，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好好休息过。要不这样，明天呢，我们一起去度假村，钓钓鱼，好好放松放松，怎么样？真的啊？当然。本来呢，明天也是要出差，别人放我们鸽子，正好也给我们一个假期。就是不知道温小姐有没有时间呢？当然。这是什么？我最近一直都在查资料，发现美国麻省波士顿皇家医学院的丹娜博士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，就是关于利用经典化疗药物对孕期乳腺癌的保乳保胎治疗。真的？我仔细阅读了他的论文，并且把王敏英的病例也发了过去。这是他的回信。他说能够利用这款经典化疗药物，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胎儿的影响。这太好了，毕竟手术还是其次，化疗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之前一直担心的就是怕化疗会对孩子造成伤害。这种药物已有多起临床测试数据。去年接受治疗的那个孕妇，现在她的孩子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。哦，对了，她的学生周琛，现在就在市中心的益民医院任职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找他聊聊，然后再制定手术方案。太好了，如果能亲自跟他聊聊的话，手术应该会更有把握，而且对我们之后的课题研究也会有帮助。手术交给我就行了，你负责跟患者和患者家属沟通，毕竟这个手术还是有一定风险的，一定要提前告知他们。我觉得我们之后肯定还会碰到这样的病例，与其每次都这么绞尽脑汁，不如把它当做我们选题的一个研究方向。我可以多找一些这方面的资料，这样选题通过的几率也会大一些。可以。你不应该放弃。我从小到大就这次最认真，我已经很努力的练习了。我就是想和你一起跳一支舞，一起表演，怎么就这么难啊？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会不会喜欢我？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。以后不许你再找他。进。高医生，外面他来了吗？谁啊？啊，没什么，有事吗？今天向医生正式报到了，我们打算要办个庆祝会，院长让我来通知你过去。行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哎，行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那个，这几天有没有人来找我呀？有啊，每天都有病人来找你的。我不是说那个，我是说，就是那个谁。啊，你是说以前经常来找你的那个小姑娘吧？啊。没有哎。啊，没事了，你去忙吧。哎，行。真消停了。周医生，谢谢你。跟你聊了之后，我心里更有底了。大家都是医生，就不用跟我客气了。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尽管来问我。我一会儿还有他手术，就先走了。好，那我们也就先回医院了。好，再见。来一趟果然没错，我现在对这台手术是越来越有信心了。这都1点了，你刚才也什么都没吃，
不如我们吃点东西再回去吧。不了，我想回去医院看看片子。那就饿了再吃泡面。可以啊。你只要遇到这种事情，就变成个工作狂，一点都没变。你不也一样吗？舒大夫，我老婆怎么样？切除手术很成功。谢谢舒大夫，谢谢。现在还不能完全放心，得看术后的恢复情况，以及后续的化疗，还有胎儿的发育情况。我明白，之前你已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了，至少现在第一步很顺利，是不是？很顺利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谢谢大夫。哎，宁大夫呢？嘘。宁大夫研究王敏英的病历，前天没怎么睡，今天又熬了一天，估计是累坏了。小峰，我今天真的不行，宁伟锦这2天特别累，我给他煲了汤送过来。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就等你了。我知道，明儿我准去好吗？行了，就这样，不说了。你还没下班啊？师母来啦。都说叫我丁丁就行。你宁教授呢？宁教授刚做完一台手术，他太累了，在手术室的更衣室里睡着了。你等一下，我去叫他。不用。那个更衣室，我能进去吗？现在没手术，我带你进去吧。谢谢。没事儿。师母，前面就是更衣室了。你这么晚了还过来啊？我给他煲了点汤。他最近总在忙嘛。对，他最近特别忙。谁让你带他进来的？舒大夫，他是宁教授的。我知道他是谁，但这是无菌区，无关人员一律不许进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是我求他带我进来的。我想找宁伟锦。郑丁丁，这里是医院，无论你是宁伟锦的什么人，都不可以违反医院的规定。无菌区一律不许外人进，请你马上出去。那，你能帮我叫一下宁伟锦吗？伟锦现在在忙，你要是想等他，可以出去等。哎，丁丁，宁伟锦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听说你又加班，想来看看你。傅苗苗竟然直接把外人带进了无菌区，宁伟锦，这也是你教的吗？手术室要保证无菌环境，确实不能随便进来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你先出去吧，下次不许了。宁伟锦，你谈恋爱没关系，但医院的规定还得遵守。他不懂，但你不可以不管。傅苗苗，下次你师母来，记得提前告诉我。依然，以后会注意。我先去换衣服。还生气呢？给我带的什么呀？我煲的汤。走，正好我饿了，咱们去值班室吃。伟锦，不好意思，丁丁，借你的围巾几分钟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会，
你们先忙。今天这个案例很罕见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写一篇相关的论文？这样对今后的患者也会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。好呀，那我把手术中的各项数据都发你一份。哎，还有就是论文写完了，要不要一起署名，像大学时候一样？我无所谓。那还是老规矩，论文的大纲我来写，核心部分你来。没问题。这么晚了，要不要一起去吃点东西？咱们再仔细聊聊。不了，丁丁给我煲了汤。也是，反正咱俩天天都见，也不差这一碗。那明天见。走吧，去值班室。味道不错。我还记得咱们上学的时候啊，学校要举办校园歌王大赛，我们系非得让我跟宁伟锦一起参加比赛。反正咱俩天天都见，也不差这一碗。那明天见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坐吧，我来吧。今天一来你就状态不对，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是因为我在手术室里没有帮你？不是，本来就是我的不对。那到底是怎么了？我真没事儿，挺好的。小璇跟我说，女人越是说没事儿，事情就越大。说吧。你和舒依然经常合作吗？大学的时候经常搭档，工作之后就越来越少了。那你们大学的时候关系很近了？吃醋啦？没有。小璇说，女人越是说没有，就越是有。小璇怎么这么多话？你快喝汤吧，都快凉了。你也喝。这个舒大夫和宁大夫是发小，这爱的力量可以强大到让人忘了一切。他也喜欢宁大夫。啊！谁让你拉开的？你想在这屋里发霉吗？起来。起来，快点！不，我不饿，我要睡觉。坐下。就给你个面子吧。喝吧。慢点喝，喝完了再帮我分析一件事。你能不能别晃了？我晕车。你说这个舒医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针对我？这何止是针对啊，简直就是挑衅！这要搁动物界，就是在你电线杆旁边画圈呢。你说谁是狗啊？我之前不是就跟你说过了吗？这个舒大夫啊，是不是你和宁伟锦正式在一起之后，他就看你不顺眼？好像是。这就对了嘛，摆明了就是护食。你想啊，
你买一个芒果还是青皮的，不能吃，你就等啊等啊等，眼看着就能吃了。哎，突然出现一个人，问都不问就把它给吃了，还吧唧嘴。你说这话你气不气啊？那感情我是第三者啊？哎，那不是，你是后来者居上。那我该怎么做？你是正牌女友，你心虚什么？那我就什么都不做？当然要做了，你要更加的体贴和谅解。让他呀觉得你善解人意，让他呀觉得拥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是他的幸运，让他呀因为忙而对你内疚，恨不得一休息啊就马上飞扑到你身边去弥补你。有道理啊！哎，小峰，你不愧是女性之友啊！你就是专门为女人打入男人内部的卧底。你不会夸你就别乱夸，我各个方面都很正常的。是，刚直不弯的你。可以说了吧？当然是吃醋啦。第一，迪哥是你大学时候的死党，每天像影子一样的缠着你，这放谁身上受得了啊？第二，不管你和舒依然有多重要的事儿，你也别当着他的面聊啊。知道女朋友最讨厌什么吗？被自己的男朋友忽略。可我没有忽略他呀。